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这个世界上有一座被诅咒的岛屿，岛上一共只有12000多人，但是有97%的男性和93%的女性体重过重，他们是全球最肥胖的族群。岛民患有一系列的疾病，2型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痛风、癌症和痴呆症的患病比例远高出世界平均值。这座岛叫做瑙鲁，是位于南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岛国。瑙鲁国土面积只有21.3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3小的国家。这里男性的平均寿命仅为60.6岁，女性为68岁。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数字在全球都是倒数。然而过去瑙鲁人是很瘦的，寿命比较长，慢性病发病率很低。仅几十年的时间，他们为什么变成了一身是病的肥胖症患者呢？瑙鲁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关这个改变了岛国人民的故事，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要回到1674年，英国病理学家托马斯·威利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一些病人的尿液居然是甜的。威利斯是通过尝病人的尿液发现甜尿的，在他的工作记录中写下了这个过程。有的人会说，你怎么会关心这么无聊的事情呢？其实这并不无聊，只有了不起的科学家为了探究病理，为了治病救人，才会做出这种了不起的行动。威利斯将这种新发现的病命名为糖尿病，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这种恐怖的病症。威利斯发现，只有富裕的病人才会得这种病。他认为糖尿病的病因就是因为吃，正是因为病人无节制地饮用苹果汁儿、啤酒和甜酒，所以才会得这种病。威利斯要求他的病人不要吃糖浸泡过的任何食物。虽然他说不出原因，但他认为糖尿病和糖必有某种关联。为什么直到1674年人类才首次命名了糖尿病呢？那是因为过去没有糖。人类最早的糖类加工记载在埃及阿布格拉布皇家太阳神庙的浮雕上。从图上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复杂的制作工艺，只有法老和贵族才能享用蜂蜜。人类太喜欢吃甜的东西了，能吃上蜂蜜在古埃及是最高级的享受之一，所以要专门把这个过程刻在浮雕上。这座浮雕制作于公元前25世纪，距今已经有4600年的历史了。蜂蜜的主要成分是糖分，但还不是现代我们所说的糖。制糖业最早使用的原材料是甘蔗，所以也称为蔗糖。蔗糖起源于印度，在公元前260年的时候，印度已经有最早的蔗糖制作的记载。但是制糖业的发展非常缓慢，直到中世纪末期，也就是公元1453年，全地球上吃过糖的人都寥寥可数，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凭什么说500年前的人没吃过糖呢？有考古发现为证。公元79年10月24日，意大利庞贝城不远处的威苏威火山爆发，很多受难者被埋在火山灰的下面。经过2000年的时光，人体组织风化掉了，地下就形成了很多人体空腔。考古学家把石灰注入进去，就制作出古代人遗体的石灰模子。科学家发现，这些2000多年前的古人牙齿都非常完整，只有极少的人有蛀牙。英国考古学家也发现了2000具中世纪人的遗体，也同样极少有蛀牙。这说明古代人极少或几乎不吃糖。在500年前，糖是珍贵的、稀缺的物品，价格堪比黄金，所以也有人称糖为白色黄金。但是人对糖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一切改变发生于15世纪初。这座漂亮的小岛位于北大西洋的东部，叫马德拉岛，它是著名球星 C 罗的老家。1425年，葡萄牙人尝试在马德拉群岛种甘蔗，没想到这里的气候特别适合甘蔗生长，马德拉就成为了著名的甘蔗种植地。种甘蔗是非常重的体力劳动，并且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
殖民者就从非洲抓捕了大量奴隶从事制糖。有了合适的土壤，还有大量的劳动力，制糖业开始大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制糖技术和种植模式从马德拉传播到世界各地，人类的饮食正式进入到了食糖的时代。麻烦是一点一点产生的。首先是欧洲贵族，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太爱吃糖了。那个时代的糖不像今天经过精炼和处理，而是混合了许多杂质，女王就吃出了一口黑牙，非常难看。所以在她的肖像画里从来都是紧闭着嘴。到18世纪早期，法王路易14也因为太爱吃糖，满嘴的蛀牙，他的牙医杜布瓦用一根烧红的金属棒插入路易14的口腔，为他杀蛀虫，疼得国王生不如死。但是牙蛀虫仍然没被杀死。随着制糖工业不断发展，糖的价格不断下降，平民百姓也开始大量的吃糖，人们的体重不但在逐年增加，基础病也在不断增多，这一切似乎都与糖有关。时间来到1893年8月2日，哈佛大学医学生艾略特·乔斯林在马萨诸塞州的总医院记录了世界上第一份糖尿病登记表。他记录的这名女患者叫玛丽·希金斯，患者口干，整天喝水，每天起夜排尿3到4次，感觉虚弱疲倦，便秘，头昏，饭后胃部有强烈的灼烧感。这位女病人只有26岁，但是严重的糖尿病已经把她的肾给压垮了。乔斯林认为，患者的病与她吃了太多的糖有关。糖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到1900年，学者们已经能够分辨出自然界不同种类的糖。根据分子组成形式不同，糖主要分3种：单糖、双糖与多糖。单糖是最基本的糖类形式，由一个糖分子组成，包括果糖、半乳糖和葡萄糖，它们是构成所有其他类型糖类的基本单元。当果糖与葡萄糖的化学键连接在一起时，就得到了双糖。最常见的双糖就是蔗糖，由葡萄糖和果糖组成。所谓多糖，是由多个单糖分子组成的长链。这类糖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多样性。常见的多糖包括纤维素、淀粉与糖原。纤维素是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淀粉包括我们吃的土豆和玉米，也存在于小麦和大米等谷物中，是植物储存的能量形式。当人类吃下这些食物后，消化系统就会将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分子，为身体细胞活动提供能量。多余的糖怎么办？就会在肝脏和肌肉中存储起来，储存的多糖就称为糖原。乔斯林提出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严格的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什么是碳水化合物？刚才咱们讲的3种糖，单糖、双糖与多糖，就统称为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要严格控制糖的摄入。在实施了乔斯林的饮食和锻炼计划后，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20%。乔斯林的治疗大获成功，他也成为糖尿病治疗史上的传奇人物。顺便提一句，乔斯林还发明了最早的血糖仪。他创立的乔斯林诊所，直到今天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糖尿病专科诊所。但是问题来了，任何人只要严格的控制饮食，加强锻炼，所谓管住嘴，迈开腿，对健康都是有帮助的。乔斯林的治疗方法的确有成效，但是并不能说明糖尿病。在这里主要指的是2型糖尿病，一定是与吃了太多的糖有关。时间来到1899年，也许是老天爷开了眼，太平洋上的小岛瑙鲁迎来了改变命运的一年。新西兰地质学家阿尔伯特·爱丽丝在悉尼办公室的门口看到了一块非常古怪的石头，他一眼就发现这块石头与众不同。有人说这是规划的木头的根，但是爱丽丝不这么想。她取出一小块做了实验，惊奇地发现这是一种磷灰石，是由鸟类或蝙蝠的粪便沉积而成的。在长期地质作用下，磷酸盐与钙结合，会形成磷灰石矿床。磷灰石是生产磷肥的重要原料，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爱丽丝便问这块磷灰石是从哪里来的，人们告诉她，磷灰石来自瑙鲁。就是因为这个偶然的发现，瑙鲁从此发达了。瑙鲁80%的土地都覆盖着磷灰石矿，这是老天爷赐给这座小岛的最珍贵的礼物。1906年，德国公司率先在瑙鲁开采磷灰石。到1968年的时候，
瑙鲁已经开发了全岛1/3的土地，他们把磷酸盐特许经营权卖给了矿业公司，信托基金高达10多亿美元。但是全岛只有几千名居民，这就使瑙鲁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每个岛民都享有免费的医疗、牙齿保健、教育和公共交通，而且不用交税。瑙鲁人走进店里买吃的，都使用$50的大钞，买完东西从来不用找零钱。瑙鲁人过上了醉生梦死的好日子。但是福祸相依，灾难也在慢慢向瑙鲁靠近。只用了15年的时间，瑙鲁人的肥胖率就从2%上升到了15%，岛民的基础病大幅增加。这是怎么回事呢？时间来到1972年，英国营养学家约翰·尤德金出版了一本书，叫《纯净、白色和致命》。在书中，他第一次向人类警告糖有潜在的成瘾性。糖是怎样影响了我们的大脑呢？这是一系列的生理反应构成的。当糖进入嘴里的时候，会触发舌头味蕾上的甜味受体，这些受体会向脑干发送信号，信号会传递到大脑皮层中间靠上的一个部位，这里专门用来处理甜味信息。当信息到达这里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信号会激活大脑里最重要的奖励系统之一，就是大名鼎鼎的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大量释放多巴胺会使人产生强烈的快感和满足感。为了不断获得这种快感，人就会不断地重复这些行为。所以吃糖真的会让人上瘾。有很多小孩子，如果不给他们吃糖，孩子就会哭喊甚至打闹。这些不能怪孩子，是因为他们的大脑需要糖来产生多巴胺，让他们感到快乐。为了验证糖会使人上瘾，科学家们还做过动物实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员让43只小鼠分别染上了毒瘾和糖瘾，然后让小鼠自己选择是吸毒还是吃糖。结果让科学家们大吃一惊，43只小鼠有40只都选择去吃糖了。科学家们不相信这样的结果，于是他们又做了一次实验。他们另选了43只小鼠，这一回43只小鼠全部都选择吃糖。可见对于老鼠来说，吃糖比吸毒的致瘾性更大。看来尤德金的理论是对的，糖像毒品一样会让人上瘾，这是生物学的事实。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瑙鲁，时间来到1983年，只用了15年的时间，瑙鲁就开发完剩余的2/3的土地，岛上所有的农业全部被破坏。以前还有一些农作物与椰子，现在几乎没有了。但是瑙鲁人并不发愁，因为他们有的是钱，他们的食物就完全变成了进口的加工食物。那些更方便、味道更好的食物，都是食品制造企业深度加工的产品。在这里一定要讲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食品加工业尽人皆知，叫做极乐点。极乐点是匈牙利数学家在1970年代提出的，然后迅速被全球的食品行业采用。在食品和饮料中存在着一个最佳的浓度，比如说甜度有一个最大值，到达最大值以后再加糖，人就会觉得齁了，会觉得腻，但是少了就抵达不到最大的愉悦感。所以食品中的糖通常都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大值，大家就会觉得特别好吃，就会有那种一吃就停不下来的感觉。食品公司的目标是最大化的卖出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会精心设计食品的口味，刺激我们的味蕾，让大脑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这些主要都是依靠糖来实现的。市场上的加工食品成千上万，超过75%的种类都含有糖，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吃进大量的糖。很快，瑙鲁就成为全球人均食糖摄入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仅仅用了1代人的时间，全岛就随处可见体重超重的人。但是噩梦并没有停止。研究表明，如果母亲在生育前患糖尿病，超过半数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就会出现肥胖症。瑙鲁人陷入了困境，他们自己不产粮食，只能吃进口加工食品。瑙鲁人沉醉在加工食品精心设计的极乐点里，因为多巴胺的奖励无法停止，他们吃得越多，体重就越重。过多的果糖会被肝脏转化为脂肪，会增加心脏病、高血压的风险，还会导致体内炎症的增加。频繁摄入大量糖分会增加身体对胰岛素的需求，长期过量会导致胰岛素抵抗，
最终可能发展为2型糖尿病。大约40%的瑙鲁居民患有2型糖尿病，瑙鲁成为世界上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而人们又会将肥胖的基因传到下一代人身上，瑙鲁人陷入到了一个死循环之中。到2006年的时候，瑙鲁的磷矿已经开发完毕，瑙鲁人的好日子也走到了尽头。今天的瑙鲁面临着很多问题，但是首当其冲的就是肥胖问题。瑙鲁人的故事为全球人敲响了警钟，他告诉我们必须要正视吃糖的危害。有的朋友可能会说，用一个瑙鲁来举例就给吃糖定了罪，会不会不科学呢？其实全球还有很多地区也有同样的案例。好莱坞电影《花月杀手》的故事背景就是一个吃糖过多的真实事件。在1920年代，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一夜之间，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都变成了富翁。有了钱之后，这些印第安人就大量的吃糖，他们很快就得上了2型糖尿病。影星迪卡普里奥就扮演了一位穷凶极恶的坏人，他在印第安妻子的胰岛素药剂里投毒，想杀死妻子，独占巨额的财产。除了电影里的奥塞奇族，美国印第安人里的皮马人与纳瓦霍人同样是因为大量的吃糖摧毁了身体，糖尿病的比例高居世界前列。这些证据都表明糖对身体健康有极大的危害。说了这么多，最后一定会回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上，到底吃多少糖才是安全的呢？美国药监局曾经给出过一个标准，一个成年人1年的吃糖量少于 19.05 千克就是安全的。但是这个标准太难把握了，普通人也不可能随身拿着秤和计算器记录每天吃了多少糖。那到底该怎么做呢？我的建议是，因为每天吃的食物中已经包含了大量的糖，所以我们就不要主动去吃糖了，能不吃糖就不吃糖，最好的办法就是戒糖。因为吃糖的后果往往需要20年才能显现，所以在情况还能挽回之时，我们需要立刻行动。糖到底是什么？糖是一种可以成瘾的物质，它是甜蜜的慢性毒药。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